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人生翻篇会在哪一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呢抽到了天梁、化科还有沐浴的反牌。那你们呢是拥有一个老灵魂的人哦，可能从小呢就会看起来比较成熟稳重和懂事，待人呢也很和善，因为兴趣广泛，所以懂的事情也很多，也会很热心的提供自己的经验去分享给别人。只不过呢有时会有点喜欢老生常谈哦，偶尔呢会让人觉得有点强势，爱碎碎念，那也会喜欢指点别人。你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原则也会比较传统和固定，有时候呢比较难接受新的观念和想法，那也会对于一些传统的东西和学问比较有兴趣，比如说中医啊、宗教、玄学之类的一些古老的智慧结晶。那感情的观念呢也会比较传统。天梁呢也有贵人的意思哦，也就是说呢，在你们的生命中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也常伴随着贵人的帮助来度过难关。不过呢，辅星牌抽到化科，所以呢，有时会比较爱面子，会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那也容易呢为了面子而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那也会比较重视自己外在身心灵呈现出来的状态。那沐浴的反牌呢，在这里象征着好事不会发生，或者是原本属于你的喜事消失了。比如说呢，原本预计下一个升职的会是你，结果呢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有一种呢原本已经到手的好事不成，就像是浴缸的水都倒出来了的这种感觉。那这同时呢也暗示着你可能在一种完全赤裸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去面对一种猝不及防的冲击而受到伤害，那因而呢使你感到遍体鳞伤。简单的来说就是原本希望的事情无法实现，或是呢计划失败，而让自己感到有点灰心和丧志哦。我们看到女神卡抽到的是 Jewel， 这代表着你的对手或是身边有自私的人，使用了不光彩的方法，也就是呢不公正、不公平的方式来达到他所想要的目的，因而呢牺牲了其他人的这种状况让其他人呢遭受到损害。那虽然无奈但是呢也只能接受所以呢你最近可能会感受到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那就像是笼子里的鸟，感到有点迷茫可能会想着呢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心态会比较消极，卡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状态或是呢会觉得个人的资源或是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被剥夺。那有时候呢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总有一种能做的事很少，无法脱离现状的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也会有一点比较爱抱怨对他人呢也会有一种不信任感，或是呢和身边的人容易意见不一致。而圣杯六的逆位也代表你最近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失去平衡的状态有可能呢是一方付出的太多，但是却感觉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的这种感觉那也有少部分的人呢会有一种被周遭孤立的感觉，那最近呢也会比较想要一个人静一静，会减少一些社交活动。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人生翻篇会在哪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托特抽到的是 adjustment 调整，那抽到这张牌代表着如果呢你面临了有关于法律的事务，有一些诉讼相关的问题，
或是呢发生了一些需要调解的是非争执的事件哦，这都代表着呢会迎来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哦。那也就是呢，任何你付出的努力都会得到相对应的回报。那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哦。就像呢，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过去的努力所累积的成果，而未来的命运呢，则取决于我们现在行走的每一步。那努力呢，不一定会让我们成功，但是呢，努力可以让我们有饭吃。而抽到这张牌哦，也显示着在生活中的某个面向呢，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或是远离一些有毒的人事物。而且呢，你也很清楚哦，这些有毒的人事物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呢，未来的你将能迎来一种身心灵更加平衡和和谐的状态哦。这也代表着呢，你在经历过了长时间的自省和沉潜之后，最终呢，能找回自己的目标和生活的希望。我们看到塔罗牌的隐者、倒吊人，还有托特的调整，和最后神谕卡的这张天鹅精神，这几张牌卡哦，都代表着你在现在哦或未来都能从过去那种不管是负面的人际关系，还是从压榨你的健康的工作状态中抽离出来，和这些负面能量和负面思维保持距离。那你将能拥有更高的觉知哦，也就不会呢一直陷在头脑的二分性里，而能够呢以第三人的角色哦来退一步看待问题。那这也呢能让你更快的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那这也代表着你也将会和那些有毒的人事物保持距离，避免呢让自己再摄入其中。也能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核心哦，可以更和平的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我们看到最右手边这张 Purpose， 这跟玄天上帝给我们的讯息是一样的哦，找回你的目标及方向，还有呢你的意图。那这是要我们坚持思考，而且不气馁。那也不要呢只仰赖别人给我们指引方向哦，而是呢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替自己找到正确的路。那所有的事情呢都看自己的努力和尝试，才能找到方法，并且呢决定方向。那虽然呢未来的道路呢还会有一些波折哦，但是呢你终究是能迎来黑夜过后的那道黎明的哦。那这呢也是要你找回你的梦想，并且跟随着它。我们看到紫微牌卡的天梁、神谕卡的 Dragon， 还有呢茶叶卡的天使这张牌哦，这都呈现出的是一种保护的讯息哦，也就是呢你是受到上天和神的眷顾的。那他们呢也会带你找回你的力量和勇气，并且守护着你。而卢恩符文的 T-Words 这张牌呢代表着战神，这也表示未来的你需要展现更多的勇气来面对困难或挑战，并且呢用战斗的精神来克服生命中的障碍哦。而且呢你也有这样的能耐。那 T-Words 呢对应的是火星和牡羊座的能量哦。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呢要使用更积极的行动来面对接下来的每一步哦，而最终呢你也能赢得胜利。我们看到右上角那张金光闪闪的胜利牌哦，这显示着你在生活中的某一个面向呢即将会得到成就。那不管呢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还是你一直以来所付出的努力而达到的这种深层的内在的改变哦，这些呢都会让你感到自豪哦。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我觉得你的下一个篇章更多的是来自个人自我意识的提升和内在知识的增进，还有呢，就是能够做出超越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并且呢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
那这也代表着上天呢即将赋予你更多的机会和力量，那去创造和实践目标，还有呢你的愿景。那这个翻篇的时间点不会太快。我们看到呢，塔罗牌呈现的是比较属于一种长时间的自省、累积、淬炼之后呢得来的一种灵性的觉醒那关键的月份呢会是在8月份。那8月份呢已经过了所以呢最快可能会在明年的8月份所以呢你需要有点耐心那在未来呢，你将会得到一把开启新机会大门的钥匙，那可以主导某项计划，或是呢在你的专业领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呢这个项目是你可以稳固扎根深耕的项目那这些基础也来自于你过去的努力和学习，而你呢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那不管呢是透过进修学习，还是通过自省思考过后的灵性觉察和觉醒那这都会让你的身心灵状态感到更加的平衡也不再呢对于生活中的一切感到匮乏。那这种状态是很难得的要生活中的每个面向都能得到满足，而不会呢感到钱不够用，同事很讨厌，工作很烦躁，老公的关心呢也当成碎碎念的这种感觉那这已经达到一种超然物外是一种真正的心灵上的解脱和自由。那也就是呢不执着，而达到一种内在的自由和满足感而且呢你也会更有慈悲心去包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那做到一种真正的超脱境界也能和宇宙的源头呢产生连结，来得到更多的灵感和创意。那我们看到圣杯1的水就是这么的多，那想要让新的水进来杯子里面呢，你可能需要倒掉一点，舍弃一些旧的不适合你的人际关系或是感情。那也就是我们刚刚托特说的调整还有节制牌都是同样的讯息。那在未来的你呢，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调节调整过后的你，能量呢是更加充沛的，而且呢你的思绪也将更清晰。这也是提醒你要更加的务实，还有呢就是拿出你实际的行动力。如果呢在过去的你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比如说呢复杂的人际关系，或是呢有2到3个兼职工作，在未来呢也会经过调整和整合之后，找到你真正的心之所向，找到你真正的目标，往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前进。你也能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方向和意图，那也能更有同理心和耐心去理解身边发生的那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看到呢，在工作上你也能确立目标而且呢，一旦确立了目标，你是会努力去执行的，并且呢，不达目的绝对是不会轻言放弃的而在未来的你呢，学习的能量也很强那有可能呢，你正在计划着学习某一项学问那么宇宙要你赶快的去付诸实行吧，因为呢，你将能透过学习，可以得到有助于你接下来生命中解决问题的关键知识。那我们看到这一组的朋友感情的讯息也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男人呢对应到的是心这张牌，那单身的朋友呢有机会会遇到心仪的对象来开启一段新的恋情。那有伴侣的朋友则可以和对方相处融洽，沟通顺畅，那也可能呢会和对方组成一个温馨甜蜜的小家。我们看到树这张牌出现了2次这都代表着一个更稳固的关系，那2个人呢也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我们看到你的状态未来呢会呈现一种比较岁月静好的样子。那我在解这组牌的同时
我的脑中一直出现的一个画面呢，就是一个人划着小船，那在黄昏的湖面上，坐在船上欣赏着美丽的湖面风光的景象哦。那一切呢是那么样的平和、宁静，而且美好。世界呢仿佛都安静了，只有船桨呢划过水面激起的水声，就是一种很舒心的感觉哦。那这是一种生活顺心而带来的一种心情的平静哦。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树这张牌哦，指的是和家庭有关的事物哦。那这指的是家庭里面哦，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成员，或是呢，你会开始想要从事新的事业哦。那有在备孕的朋友呢，会有好消息到来哦。那不管怎么样哦，这个讯息哦，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能量即将进入你的生命之中。所以呢，接下来在你的生活中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可能呢是身份的转换哦，那也会扛下更大的责任哦。所以呢，建议你哦要做好计划与准备。那现在的你哦，有时候呢会感到束缚或者是沮丧的时候，那么宇宙呢要你不用担心哦，因为呢天使这张牌呢就是告诉我们，你是受到宇宙和天使保护的。那在适当的时候呢，可以留意天使给你的讯息哦，你将会感受到呢来自宇宙的爱和关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哦，抽到的是第40卦的雷水解。那解呢有解除灾难、解脱、危难散去的意思哦。下坎险，那上雷动，也就是说哦，可以用行动来让自己脱离危险，让危难散去，得到缓解。那这也是建议你哦，凡事要积极的面对哦，那么危险呢就能化解，跟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讯息是一样的哦。也就是呢，你必须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面对生活中难解的课题哦。那么自助呢，自然就会有天助，事情呢也能迎刃而解。那解卦呢，也有解放、释放、赦免的意思哦。所以呢，如果你有犯错的话哦，抽到这支卦也代表着你可以得到对方的赦免或原谅哦。那这支卦呢，也可说是一场及时雨哦。当雨过天晴之后呢，郁闷的现象哦就能消散和疏解了。接下来呢，最坏的时机已经过咯，厄运呢会消退，好运呢也会随之而来。那也就是说呢，最艰困的路已经走过了。那现在呢，也正是你可以重新出发的时候了。有诉讼的纠纷哦，也能圆融的解决纷争。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人生翻篇会在哪一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抽到了武曲天府的反牌，化忌衰的反牌。你们呢蛮务实的，财运应该也不错，因为呢武曲和天府星都是属于财星，相较于武曲的努力耿直，天府呢则多了大格局的思考，所以呢也比较有谋略，行事比较灵活，也懂得变通哦。那这也会造就你哦，做事比较有方法，是一个呢会用聪明的方式来做事的人哦。那也会追求效率，也懂得替自己创造机会，常常呢会给人有一种做事很有方法的印象哦。我们看到牌卡上武曲的赚钱的齿轮呢，在天府的大宅邸后面哦。这也象征着你呢，能通过努力奋斗来得到成就，是属于呢适合自己创业的格局哦。那不过呢，这里是反牌哦，代表呢最近可能为钱财烦恼，
或是呢一心想要赚大钱，总觉得呢钱不够用，那也有破财的可能。而衰的反牌出现在这里呢，代表你们的运势会有越来越好的迹象哦。最近呢也觉得比以前更有活力，做事呢也觉得更得心应手。可能呢之前你沉寂了一段时间，最近开始感觉运势开始转好的一种状况。我们看到呢塔罗牌这边也是一样抽到了战车、世界牌还有命运之轮，你们的能量蛮好的可能呢最近换了新的工作，那有新的工作事项要负责，或是呢步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有种呢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那最近你可能也感受到了老天对你的眷顾你会开始有一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这种感觉。那现在也是你发挥潜力或跃升舞台的好机会不过金币2的逆位也代表你目前手上要处理的琐事太多，那有时候呢可能会让你感到混乱，不知道呢要先处理哪一件事才好，或是呢可能过度要求完美但是有时候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反而呢会让你的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呢，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2组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人生翻篇会在哪一方面呢？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你们好像走错棚了。我们看到你们的能量很好我刚刚呢已经觉得第1组牌看起来不错了，但是呢你们的能量更强你接下来呢要迎来的下一个篇章只有2个字，就是丰盛。好，结束了。真的是能量太强了啦。我们来看到托特呢抽到的是 abundance， 还有女神卡也抽到了 fair， 那它呢也象征着富足，那它对应的符文是飞狐，那飞狐呢指的是一种行动式的财富，也就是牛。那结果呢你们的动物之灵牌卡果然呢就是抽到了代表丰盛的水牛精神，还有塔罗牌里面的皇后牌，还有鱼。然后呢我们看到黑魔法神谕卡也抽到了金币，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的讯息过那这几张牌卡呢都是在讲述着一个同样的讯息也就是 abundance 丰盛。所以呢我们第2组的解牌就到这里咯。我觉得好像可以不用再看下去了。那你们即将迎来的呢就是2个字，丰盛。结束。好，没有啦，我们还是来认真的看一下到底呢是在哪里得到的丰盛呢？是在生活中的哪个面向呢？那你需要做点什么来加速实现这个丰盛的未来呢？好，首先我觉得你们是个内心情感丰富，而且呢也很善体人意的人我们看到托特抽到了圣杯3，还有战车牌。那这2张牌都对应的是水星在巨蟹座，那也就是你们在情感的表达或是在思考方面也会相对的保守，不喜欢把自己的心情或是喜怒哀乐表达出来的人。那内心也是很敏感的人有时候呢也容易将自身的情绪呢带入思考，所以有时候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你不太客观，常常呢内心想法很多，但是呢很多话却说不出口，有一种呢有苦难言的感觉。那也不擅长用言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内心呢常常会有一些纠缠的能量我们看到这个宝剑8你可能呢常常会用我不可以、我不行、我做不到来评论你自己，但是你要知道批判你自己的是限制你的大脑，那有时候呢捆绑住你的呢就是你自己
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魔，比如说我们的固执啊，我们的自尊哦，都是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那常常呢，给自己画地自限，那这也源自于你呢对自己的不够自信和没有安全感的特质哦。那你的内心哦，可能有太多的害怕，害怕被批评啊，或害怕不被爱，是个容易呢杞人忧天的人哦。那隐者和圣杯八的出现哦，也代表呢你是个爱好沉思的人哦。那这段时间呢，你会花很多时间来自省、思考或静心，来进行一场深度的内在的探索之旅哦。会检讨自己不足的地方，也会把重点呢放在我想成为的样子，并且呢加以调整和改进哦。你有可能呢会离开哦这个由物质世界所建构出的舒适圈，也就是呢改变的能量很强哦。这也代表着你哦也会将你的想法呢开始付诸行动，而不是呢只是纸上谈兵哦。那这组牌的朋友八的能量很强哦。那灵数八呢，强调的是一种长远的目标哦。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哦，来找寻你的安全感，还有生活品质哦。那这也会让你哦，更能勇于的面对问题和展现你的行动力哦。那圣杯八呢，强调更多的是你的心灵世界的满足哦。所以呢，未来的你追求的不会只有外在物质条件的满足哦，同时呢，还会寻求心灵的慰藉和你的信仰与精神寄托。那下一个篇章的你呢，将会更有好奇心，也会开始活化自己的喉轮哦，开始呢会慢慢的练习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理念哦，或是呢会透过文字来表达，那也会学着开始学着做一个讯息的传递者，那可能呢会开始利用社群或者是媒体来发声哦。那这些经历呢，都能丰盛你的心灵哦，找到同好。那我们看到最右手边的这张 f o s e 这张牌哦，这代表着呢，你可能哦是一个很多梦的人哦，也常常呢会做预知梦。那宇宙呢要你留意你的梦境哦，那因为这些梦境呢，能为你的现实生活和目前你精神上要面对的课题带来一些讯息，所以呢，你可以在早上醒来时哦，把梦中的情节记录下来哦，你可能呢会从梦境中得到一些启示。好啊，那刚刚讲了这么多，到底要丰盛了没？我们看到哦，经过了刚刚这些沉潜之后呢，圣杯三呢也代表你的内在哦会逐渐的充实哦，不管呢是在情感还是知识方面，都会有丰富的收获。那过去的你哦，可能太严肃了，或是呢容易哦把事情想得太沉重了，而未来你呢将会感到更轻松和自在，而且呢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哦。那你也会呢开始建构属于你的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天赋，并且呢勇于实现它。这跟飞狐哦，这个符文哦是一样的意思哦。这个丰盛呢，包括你的人脉、知识或者是技能的增进，而飞狐呢，连接的是木星诶。那我们也知道木星哦，召唤的是幸运、成功，还有呢扩展的能量。那这也代表着呢一个新的能量的流动和循环哦。那也象征着财富和丰盛。那么这个飞狐哦，也代表着会有援助的力量哦。不管呢是你遇到困难时，有人对你伸出援手，还是呢你有能力在别人低潮时递出的橄榄枝，这都代表着一种善的循环哦。而且呢，这个善的能量哦，也会回流到你的身上哦。那这也是在鼓励我们呢，可以尽我所能，分享自己的能力和力量。让这善的循环延续，而你呢也会得到新的灵性觉醒与新的开端。
我们看到右上角那张通往灵性的大门这张牌，这代表着你呢即将通往一个更宽阔的能量场。那这个光源呢会引导你呢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与力量的泉源哦，还有无限的潜力。那这也代表着你会在灵性和艺术层面呢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哦，而且呢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直觉力呢越来越准确，而且呢能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当然呢，心灵满足了，不再感到匮乏了，接下来自然就会有钱财的进账了。我们看到这个大大的金币和水牛精神，这代表着实质的金钱收益哦。当你满怀感恩之心哦，还有拥有丰富的思想时，你将会拥有非凡的潜力哦。在古代呢，某些国家会把水牛视为富足的象征，因为呢，这个水牛身上的肉、皮毛还有骨头都有用处，都能提供呢给予宜居民族呢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那所以宇宙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也有很多的礼物可以给你自己哦。你可以尽情的去实现你的愿望，并且呢，要展现出你的行动力。这跟关圣帝君给我们的讯息是一样的哦。他要我们呢去采取行动。你可能呢过去在这人生的路途中遇上了很多的阻碍，使得呢你想放弃前进了，或是感到很迷惘。但是呢，宇宙要你不要担心哦。有时候呢，一定的难关及课题，同时呢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奖赏。所以呢，你不应该遇到困难就放弃哦。那不管什么难关宇宙都会在身边默默的协助你。你可以观察一下在中伏日或是庚日的时候，状况呢会有慢慢改善的迹象哦。而接下来呢，你有可能透过签订合约或是投资交易来获得丰厚的收益。这里讲的收益指的都是大笔的、丰盛的，不是只有一点点哦。如果呢，你是一个独立工作者，或是创业的朋友，那么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要结束咯。你建立的品牌，你的商品，有可能呢透过口耳相传，或是网络的力量而爆红，或是呢会得到良好的口碑。这都会为你带来可观的进账哦。不过呢，爆红之后要小心哦。所谓呢，人红是非多，可能呢会有一些小烦恼。红呢有红的烦恼，不红也有不红的烦恼，这是相对的哦。那也有可能呢会承受同业的恶意攻击哦。这方面呢要小心的留意一下哦。不过后面的这张花束也代表着这些小麻烦、困境、担忧和压力的事情最终呢还是能解决的哦。最终呢你还是能得到令人开心的结果。那在感情方面呢，这边呢缔结姻缘的能量很强哦，而且呢会有新生命的到来。我们看到皇后牌，还有茶叶卡的婴儿床，这都代表孕育新生命的可能哦。所以呢，有在备孕的朋友过不久呢，即将会有喜事到来。那关键的月份有可能会是在3月份，可以期待一下哦。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是漏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呢会有一些小麻烦和烦恼的发生，但是这些状况的发生也不是呢只是带来灾难和烦忧。当你呢冷静的去面对并处理这些困难，那么这些经验也会转化成为我们人生的智慧哦。所以呢，这也是提醒我们需要汲取其中给我们的教训和收获哦。那再来鞭炮代表着呢会有一个让你感到兴奋的事情到来。后面的帽子还有婴儿床，这都跟刚刚我们提到的讯息是一样的你有可能呢会晋升成为一个父母，或是开启了独立创业的道路，
开启了一个新的身份，而且呢，这个新的身份哦，也会为你的人生开启新的无限的可能哦。我们看到呢，后面的毛毛虫，这代表着巨大的改变啊，因为呢，毛毛虫最终会羽化成蝴蝶，只是呢，它还需要经过蛰伏，那这个孤单的阶段哦，但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孤单、痛苦而选择放弃哦。再来是羽毛，这提醒着我们呢，你身边的某个人不可靠或是不真诚。那有时候伤害你的人呢，有可能是你最亲近的人哦。跟伞这张牌给我们的讯息是一样的哦。你需要呢提前做好准备，小心应对，并且呢保持警惕。不过呢，看来这个影响是短暂的哦，因为呢后面的这张马，这代表呢这是个短时间的能量哦，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那最后呢是狮子，这跟关圣帝君给的讯息是一样的哦，都是要我们赶快动起来啦，赶快采取行动，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太久哦。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2卦的坤卦。那坤为地哦，地为大地之母，土地呢也孕育着万物，就像这个皇后牌和菲儿一样。那我们的选项哦，也是红水晶。这组牌的朋友呢，跟大地之母非常有连结哦。当然呢，这也代表着你需要疗愈你的海底轮哦，改善自己缺失的不安全感。那坤卦哦，这支卦的意思哦，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讯息是一样的哦，也就是呢，你必须要先从内心自省做起，改变你的心态。累积正面能量，默默的生根，那么丰盛的未来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到来。而且呢，这也是反映你太过被动了，太过于保守，有可能呢都会等对方有反应才会有所动作。所以呢，这也是提醒你要主动一点哦。不过呢，这支卦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最近呢，需要顺势而行，在稳中求进步，宽容待人呢，可以获得更多回报哦。在工作方面呢，与自己的专业和经历相关去发展会比较好。先打好基础，前途非常看好哦。感情运呢也很好，幸福美满，也能和对方呢分享生活中的苦与乐。凡事呢稳中求进，则事事亨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第2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人生翻篇会在哪一方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目前的能量状态是如何的呢？紫微牌卡呢抽到了紫微天象的反牌、鸾喜还有沐浴。那你们呢是个能力蛮强的人哦，有能力呢可以处理大小的事物，工作呢很有条理，也会擅长利用人际关系来达到你的目的哦。那外表呢看似温和稳定，但是呢内心会有许多大胆想要突破框架的想法。那个性呢有点自我哦，但是呢聪明有创意，只不过自我意识太强，所以呢常常会不轻易妥协或者是退让。那也会有点不安分和反骨哦，只为了走出自己的路。但是有这样的个性万一呢遇到运势好的时候，反而呢能有大规模的突破，而创造新的局势哦。不过呢这里是反牌哦，所以呢最近的你可能想法过于负面，或是呢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或是呢会比较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跟这个国王牌的逆位是一样的意思哦。而鸾喜和沐浴代表最近你们可能会有新的机会到来，或是呢你已经准备好要以崭新美好的姿态再重启一项新的专案，或是呢身边有一些喜事发生哦。
可能呢会有新生命进入你的生活之中，或是呢身边有喜欢的对象。不过有时候因为桃花太旺，也难免呢身边会有一些烂桃花的存在哦。不过我们看到这边阳性的能量很重哦。如果呢你不是一位男性的话，那么可能在你的身边有一个男性长辈的角色，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哦。可能呢他会对你的生活中的一切指指点点，做了过多的干涉，又喜欢说大话，那对你的影响很大哦。所以呢会让你有种想飞，但是呢又飞不出去的感觉，有一种呢无法发挥力量的感觉哦。或是你身边有些人呢只会做表面功夫，满口巧言令色，光说不练，但是你的内心是很想要飞出去的哦，不想要被局限住，会很渴望能离开或逃离某一种关系哦。但是呢又有一点找不到方向的感觉。那有一部分的人则是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找不到自己的力量。那以上的验证讯息，如果你觉得有对应的话，那就代表这一组的讯息是给你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听下去咯。选择第3组的朋友，你接下来的人生翻篇即将会迎来的是重生。那这是一种内在自我的觉醒和重启哦，并且呢能向过去学习，从里面的经验呢淬炼成为自己人生的智慧哦。我们看到女神卡呢抽到了 A 里，这个颠倒的 Birken， 它代表的是一个停滞的时期哦，或是一个无法也不愿意成长和前进的一个时期。那这代表着你过去影响你发展的障碍，一个影响你治愈和再生能力的能量。那抽到这张牌呢，也代表着一个停滞周期的结束哦，又或者是呢，你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并且呢，找到方法解决它。而解决的方法则是这个拥有多年生活经验智慧的 Ellie 智慧女神。那在神话中呢 Ellie 呢是没有人能打败她的哦，所以呢这也象征着你可以寻求有智慧的长者来给你开导，让你重拾希望，并且呢拥有击不倒的精神、毅力和勇气。那现在的你呢已经顺利的走过一个过渡时期并且呢重生成为更真实的你。当然呢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停滞的阶段，那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是不要逃避，而且呢不要去抵制它，因为这样呢只会使你更痛苦哦。你应该带着过去的经验来治愈它，修复它。我们看到 Heal 和大象精神这2张牌也是一样的意思，它要我们向过去学习而且呢也提醒我们要尊重长者的智慧那它呢也是要我们承认以前的事情，并且呢从中去学习，重温过去，改变传统。那也不要忽视过去那些坏的经验带给我们的伤痛这样呢我们才能荣耀自己，并且呢从过去成长。那你也需要运用智慧和经验来治愈、修复情绪，并且呢唤醒你的内在力量。那宇宙也鼓励你要适时的表达自我的感受我们看到呢城隍尊神还有星这张牌这显示呢有时候你内心的压力很大，或是呢情绪很焦虑，建议你可以试着和别人交流诉说，那这也可以舒缓我们紧张和不舒服的情绪但是呢千万不要带着太主观的意见以免呢让人产生误解。我们看到右上角的那张第3脉轮大天使夏米尔，对应到的呢是我们的太阳神经丛。那这代表着你现在人生的课题很多的问题点都是围绕在欲望的情绪和你个人的能量。
那你有可能呢会因为一点事情哦没有照你预期的方向前进，那就会感到焦虑和烦闷。那这呢也会影响到你的消化系统哦。所以呢，宇宙建议你哦要治愈和修复你的太阳神经丛，这样呢你才能更聚焦，而且哦目标明确的走向你前方的道路哦。那我们看到国王牌转成正位咯，这代表着呢过去那个阻碍你前进的力量哦，有可能呢通过你的治愈修复之后，转变成帮助你的力量。那我们不敢说哦，这反对你的力量哦，会反过来全心全意的支持你哦。但是呢，你应该能够明确的感觉到哦，这种阻碍的力量呢，正在缓慢的消失当中。那也能让你呢找回自己的尊严哦，这是很重要的。虽然呢，你的内心啊想到过去发生的种种，可能呢还是会有一些缺憾，觉得有点不完美。想着呢能改变点什么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未来你将能重拾你的行动力，而且呢能够找到一个合作的伙伴或是团队，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前进。我们看到门这张牌哦，这代表着呢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能开启一个新的大门，有机会呢进入新的环境哦，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火的能量很强哦，这也象征着一个更强的行动力和企图心。那你也能够以更实际的行动呢去努力执行你的目标。在工作上呢，你可能会遇到能带领你突破瓶颈和障碍的上司，那在工作上啊也能受到肯定，也能展现你的企图心和领导力哦。有机会呢成为团体中的领袖，或者是同业中的佼佼者。那待业中的朋友哦，也有机会呢可以进到一间福利健全的公司哦。不过山呢，也代表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挑战在等着你，或是呢有一些小麻烦哦，但是呢这些都不妨碍你完成工作的目标。我们看到这组牌哦，感情的讯息呢是3组牌里面最重的哦。那感情的问题呢，也是你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环哦。单身的朋友要小心一些烂桃花哦。想要脱单，但是也不要太急哦，要好好仔细的观察追求者或是心仪的对象是不是如自己想象般的那样。那有可能呢，你只看到了他外在的美好，那也不要做过高不切实际的期待哦，不然呢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哦。那有伴侣的朋友呢，则要小心一些新身份的转换带来的一些生活上的磨合哦。不过呢，我们看到你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哦，最糟糕、最痛苦的阶段呢，已经过去了。虽然呢，这个过程很漫长哦，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太阳牌，这也代表着呢，事情哦，最终呢，都能迎来希望的太阳哦。那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哦，会是在7月份的时候。那7月份哦已经过了，所以呢，你人生的下一个翻篇哦，有可能会是在明年的7月份，会是一个关键的月份哦。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茶叶卡给我们什么讯息和关键字呢？首先呢，就是钱的讯息啦。其实我觉得你们这组的人哦，不是说不缺钱，只是呢会有稳定的进财方式哦，所以金钱的能量还是很稳定的哦。但是呢，这里指的是一笔额外的奖金或是奖赏哦，可以期待一下。强呢，则是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哦，要小心过度主观的表达观点，有可能呢会引起一些误会哦。所以呢，建议你哦说话要婉转一点，不要太过直接哦。轮子呢，则是要你不要犹豫不决了，这样呢只是会让你停滞的时间拉长而已，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哦。
耳朵呢，则是代表着一个会改变你人生的好消息即将到来，而且呢，这会为你带来一个更美好的转变。我们看到最后的蝴蝶牌，最终呢，你是能蜕变成为美丽的蝴蝶的哦。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易经，抽到的是第9卦的丰天小畜卦。那小畜呢，是要我们累积能量哦，默默耕耘，打好基础，成功呢必会与你同在。就像国父哦，也是革命了11次才成功。那这只卦啊，就是要我们有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也就是呢，从过去失败的经历汲取教训，打炼成你明天成功的基石。那虽然呢，有时候会感到有点时不我与哦，但这呢，只是时机和因缘哦，还没有聚集。所以呢，这只卦也是告诉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且呢，展现你的毅力和行动力，越挫越勇，一步一脚印的往下生根。只要有信念，有决心，那么成功呢，必定会与你同在哦。因为呢，凡杀不死我的，必然使我更强大。以上呢，就是今天第3组的内容，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和帮助。我们下个占卜影片再见喽，拜拜。